是什么要紧啊？啊？你觉得我是卑鄙无耻、令人同情？你觉得我是偷瞒还的骗子是吗？是。认识那么久，终于看清我了。以前那个小白兔卓源，有时间你可以好好的缅怀一下。因为既然被揭穿了，以后怎么装都不像。用不着了，反正一切都是假的。资料给我。可以，但仅此一份。原价是50万美金，但现在供不应求，你得拿100万美金来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卓源，是，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混蛋。你可以伤害我，你跟何老师要高考琅琊，要伤害我都没问题。就算最后一切如你所愿，我吕笑笑愿赌服输，绝对不允许你伤害林沐风。如果你伤害他，放心，我不会放过你的。怎么，去拿了一趟策划书，回来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没有，我只是有点紧张，怕丁总不满意我的策划书。创意方面，我还是非常满意的，只是场地、明星和播出的电视台以及要上的媒体，这些呢，我们公司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这也是和我们公司的整体定位是一致的。我这里呢有一张图表。上面呢，把我们公司的基本情况都罗列了出来。你们商量一下，要是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交好钱了吧？我的微信像坏掉了一样。每个人都有哭得像喷泉的时候，要不然怎么会有“泪如泉涌”这个词呢？你也是吗？我是沼泽。如果眼泪能被太阳晒干就好了。可是现在太阳照在你的眼睛里面，我看到的全是卓源的影子。彻底的不会了。是这样的，我觉得这辈子都再不会有任何东西能够打败我了。Frank。
有没有城市在你脚下的感觉？我是觉得我的脚在发抖。还是个小女孩，迟早要像你脚下的城市一样，逐渐强壮起来。Frank， 你要走吗？是的，离去的消息上来比任何消息传播的都快。为什么要走呢？你看这座楼，用最多的建筑材料是什么？刚才吧。要不然怎么说，这摩天大楼四处耸立的城市，叫做钢筋水泥的森林呢？像这座楼一样吧，高耸入云，无坚不摧。我第一次在琅琊站在这么居高临下的位置，其实也是因为你吧。虽然不是因为我，但难道你一点都不喜欢、不怀念那种感觉吗？还算喜欢，有大房子住，有车接车送，每天不管去哪儿，身边都有一群为你服务的人，那简直就是我的巅峰。那就再去找回那种感觉吧。找不回来喽，我把所有事情都搞大了。人不犯错，那就不可爱了。Frank， 谢谢你，你真的教会了我很多。以后要靠你自己了。再见。我已经到了。我在3032。我知道了。所有的计划我都清楚了，这次一定会把他们一网打尽的。记住，吕笑笑是核心，他是名单上的人，我一定会努力争取过来的。这是必须的。这件事什么时候公布？明天早上。以后这边的事情，我没办法帮你了。Frank， 本来在那边的关照下，你可以平步青云，都是我们连累了你。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不后悔，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剩下来的事儿，要靠你和这些年轻人了。今天还轮不到你辞职。今天上午9点，中华区已经电邮所有蓝雅员工 ，Frank 正式离职，朱丽叶担任新的区域总经理。等等，想必大家已经看到了中华区发送的电子邮件。从今天起，我正式结束琅琊公关第一分公司总经理一职。这一职位会由原执行创意总监朱丽叶担任。我的离开，大家可能感到开心吧，因为创意部的唯一一个
自由出入的男人终于滚蛋了。这几年，我和在座的各位和琅琊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你们是最优秀的公关精英，各位美女，我感到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共同战斗，我永远怀念。谢谢你们的支持。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我很遗憾 ，Frank 即将离开琅琊了。从此，我们必须要走出创意部，才能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男人。这对我们来说，比以前更加辛苦了。从今天开始，我即将搬离这个我奋斗了多年的创意部。跟所有职业女性一样，我最好的岁月，都是留在办公室格子间里，吃着盒饭，望着堆积如山的文件中度过的。我知道你们付出的都比得到的多，你们是最优秀、无可替代的公关精英。让我们继续影响这个城市和世界。好了吗？走吧。跟着我倒霉了吧？活该！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哎呀，没什么，不就是换一个没有窗户的办公室吗？是啊，还不一样吗？一朝天子一朝臣，你也要搬办公室了？是啊，看看人家当红的臣子们吧。我终于明白了，我们流程部就是天涯海角，专门用来发配充军的地方。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没有得到指令啊？因为这里很快可能就没我位置了。节哀顺变吧。总算可以派到用场了。李总监，朱丽叶请您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走。如果我们按照他们的要求做全套的活动，我们的资金链有可能供应不上，这样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其他品牌活动的进行跟发展。这就是 LS 的标准，也就是当我们签下这样的公司所需要承担的风险。早知道他们答应跟我们签约，一定会拿跟琅琊一样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甚至更严格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做上这样的客户，我们会在公关界向前迈前一大步。这一步是我们必须要走的。但是，依公司现在的实力，会不会太急了一些？这家银行的老板跟我有几10年的交情，他答应我，在跟 LS 合作的初期阶段提供资金支持，时间为1年，够了吗？1年的时间十分的紧迫，压力也挺大的。但是，仔细筹划一下。也并不是不可能的。我们手上的几个品牌已经上了正轨，资金完全可以在这几个品牌之间循环。我们只要保证这部分的资金充足，我们其他的品牌就不会突然瘫痪。这样我们就有60%的资金可以用在 LS 的运作上，再加上何老师，你这边的资金支持，情况是挺乐观的，我觉得可以做。既然大家都赞成。我们就用1年时间啃下 LS。升职了，
恭喜你啊，官复原职，重新作为琅琊执行创意总监。为什么？我明明把事情搞砸了。但说的没错，你运气真是超乎寻常的好。LS 这个项目，我们本来就是要让给何老师的。可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我不跟你说，是因为我想让客户知道，我们也有很努力在争取这个项目。换句话说，我要让他们觉得是客户在选择，而不是琅琊在做选择。丁总说是因为高层变更的缘故，才不跟琅琊续签的。高层变更的消息也是我们事先放出去的。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什么时候生日啊？明天。那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啊？我想要琅琊的秘密，可以吗？可以啊，生日愿望当然是要被满足的。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吧？为什么我的态度会180度转变？如果我不知道的话，一定会天天做噩梦。真是每天每小时都可能有一个新的炸弹在我面前爆炸。那我就先说一个秘密给你听好了，当做前菜。你知道何老师他们已经接了 LS 这个项目吧？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够资金运作，不但耗尽了家底，还向外大笔融资。唉，卓源那家伙爱冒险的脾性真是死不悔改。卓源哪里做得了主啊？是何老师对 LS 已经觊觎已久，没有他的批准，卓源是根本没有资格可以做得了的。何老师他们现在的租借渠道就是向一家在国外注册的私人银行进行拆借，而我恰恰知道这家银行老板的一个致命秘密。如果我用这个秘密要挟何老师，他们根本不会拿到他们想要的资金。你怎么会什么都知道？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因为我知道你对于何老师还有卓源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不赞同的。这正是一举攻下他们的大好机会。只要你和我合作，他们这次就一定死定了。不过你不用急着回答我，我会给你时间考虑的。原来我升职的背后还这么复杂。如果我不答应的话，是不是就会被扫地出门啊？你不用急着回答我，等一下出去搬到新的办公室，好好享受一下执行总监的生活吧。东西都帮你收拾好了，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要带的。别难过了，有琅琊的工作经历呢，在公关界总有你的一席之地的。我升职了，你开玩笑吗？Cherry， 这是您的身份识别卡，这张卡可以进出大门，可以进入公司的核心资料库。只有您和总经理的身份识别卡才有这个权限。当然，这些您都知道。我知道的。这是您的身份识别卡，这上面您的名字就是 Cherry。我不需要什么卡来识别我的身份。凭这张卡可以进出大门，可以进入公司的核心资料库。只有您和总经理的身份识别卡才有这个权限。当然，您还可以凭这张卡免费享用8层的 VIP 餐厅、5层的 SPA 中心和6层的健身中心，走高管专用通道，乘坐高管专用电梯。但是，这一切都是 Cherry。要是丢了怎么办啊？你出去吧。我想让你陪我出来走走，一会儿见。来，喝点水。
谢谢。不谢。真不好意思，我都辛苦一天了，还要你给我出来跑步。没关系。对了，看你今天的气势跟心情，好像都不太好，是不是压力太大了？因为我知道你对何老师还有卓源他们的追求目标是根本不赞同的，这正是一举攻下他们的大好机会。只要你和我合作，他们这次就一定死定了。你经常做选择题？偶尔吧，小的事情就随机，大的事情呢，还是得自己做决定。艰难吗？有些事情是挺艰难的。我想睡了。那我送你回去。不要，就在这儿，睡吧。夕阳真温柔，太美了。对不起，你说的那件事我做不到，也不想做。现在你可以把那个作为交换的执行总监职位收回了。你这么快就考虑好了？是。为什么不做呢？昨天傍晚我看到了夕阳，觉得夕阳真是太美了。我想，如果我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儿，以后再看夕阳的时候一定会很内疚。但如果连夕阳我都不能看，实在就是太寂寞了。果然是我预料之中的答案了。哎，你猜一下，如果我们在拍电视剧，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会被扫地出门，一个人坐在床上裹着被子看夕阳。我恐怕你暂时还不能过这样清闲的好日子。今天是你生日哦，你还记得上次我答应的事吗？你说可以告诉我琅琊的秘密，你还想听吗？能不能在告诉我之前，先告诉我为什么我现在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被开除，甚至还会升职？就像上次我说的 ，LS 整件事情都是我们一手策划的，这只不过是琅琊吞并像何老师这种私营小公司的一种手段而已。你进过核心资料库吧？你一定有看过琅琊公关的发展史。琅琊公关就是不断进行圈地运动，累积资金，发展壮大。我们就是要利用 LS 把何老师公司的血吸干。那些大客户随时都会回来的，我们根本不在乎客户的短期流失。是你让琅琊变得这么邪恶，是你挤走了 Frank。我谢谢你这样看得起我，我只不过是一颗微不足道的棋子。区院总经理算什么？一年也赚不了什么钱。我们拼命做到死，也不够一个shareholder一年花掉的钱那么多。Frank 的离职也是高层策略，他们那群人整天没事干，就在摆棋局。我被摆在这里，你也一样。我不信，我的路是我自己选择的。小姑娘，看来我真的要给你洗洗脑子了。你仔细回想一下，你凭什么一进来就能做琅琊的执行创意总监位置？凭什么 LS 的事情就落在你身上？你什么也没有做，虚晃了一枪，又做回了原位。这种事情可不是天天会在这种城市发生的。你之所以遇上，是他们选择了你，而不是你选择自己。我还是不能够相信。Frank 说他是因为我的能力才把我留在了琅琊，他也是顶住了上面的压力，又提拔我成为创意总监。我知道他一开始是讨厌我的，但后来也对我慢慢改变了看法。这一切都是我努力的成果。你不能用一些子无虚有的人就抹杀掉了我的努力和我的付出。我实话告诉你，Frank 的离职是因为他查出了加入另外一对敌对阵营，他那样对你，很可能对整体的策略有关。这里不是美国梦，小人物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你一定要坚持这么说，
那我只有选择离开琅琊，来证明至少我还有选择自我、选择梦想的权利。你尽管走出琅琊大门试一下，他们为你准备的生日礼物，我相信很快就会送到的。这是你收到的第一份生日礼物。喂，这是你收到的第二份生日礼物。你是谁？你立刻跑到前面停车场。你到底是谁？你只有5秒钟的时间。5、4、3、2、1。到底是谁？你想要干什么？不要试图来找我。别再跟我玩了，出来吧！怎么是你？你是不是跟朱烈串通好的？你怎么会这样想我？我刚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你就出现在这儿。你以为在演戏吗？我哪有那个闲时间？有个疯子打给我，他说的话全部都灵验了。鬼才相信你说的话。鬼才相信你说的话。哎，别碰我，危险啊！别碰我的手啊！别碰我，危险！别碰我，危险啊！哎呀！喂，别跟我说，停电话。什么？喂？喂？喂？你懂我跟你说什么了？你现在相信不是我干的吧？谁知道？我们不要过，
你疯了！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上车。没有跟上来。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有一个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他们叫合众联盟，是一个跨国界的组织，经营者的联盟。他们的宗旨呢，就是利益。他们希望在这个组织下，把世界所有的财富和资源集中到10到20个集团当中，就好像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兵吞6国一样。而我们，正是反对这种观念的人。天方夜谭吧？我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感觉跟你一模一样。 直到最后，我的一个好朋友去追查这件事情的时候，突然神秘的失踪了，我不得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你看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后，你就会相信我所说的：人的欲望和奢求是无止境的，在欲望和利益面前，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们认为人类是由撒旦推动的，撒旦就是贪欲。 正是因为贪欲推动人类去创造、去探索、去发明，人类在罪恶中前进。如果你看过《浮士德》，你也会相信我说的话，因为在《浮士德》里，撒旦就是梅菲斯特，梅菲斯特引诱浮士德博士，让他出卖灵魂，而梅菲斯特去帮他完成所有的愿望。这样的组织很古老了吧？当然了，在2战时期就有了。 琅琊公司的美国总部是由美国的退伍军人创建的，他们经历了太多的丑陋和男性的残忍，所以他们规定在琅琊公关的创意部必须是美丽的女性。琅琊公关这个奇怪的传统就从那个时候传承下来了。为了管理上的方便，要知道50年代的美国可比现在保守得多。公司规定只有女性才能进入创意部，同样的，为了平衡，规定了客户部只能有男性。 实际上，琅琊公关的前辈们在实现自己理想的同时，也埋下了颠覆自己理想的隐患。琅琊公关的精英前辈们，他们有一个理念，这也是普通的公关理念：只要有一个正确的公关策略，你就可以掌握任何人群的心理。这对一个公关人士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也就是说，只要你有公关艺术，你就是上帝。你让大众往东，他们就往东；你让大众往西。 他们就往西，这也太法西斯了吧！显然你是听懂了。琅琊公关的前辈们，他们都是在消灭法西斯的战场上回来的。他们这套理念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半世纪的整合，已经形成了一套可以利用的技术手段。它是双刃剑，可以从正面的方法去引导，也可以从背面。合众联盟就在这个时候悄然进入的。 他们控制了琅琊公关。如果琅琊公关的前辈们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他们是不会瞑目的。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最好的证明。这太可怕了！难道没有办法去阻止合纵联盟吗？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是 Frank 的离开让我们势单力薄。Frank 是中立的，但是向着我们这边，他一直在暗中保护你。 难怪朱丽叶说 ，Frank 的离职是因为发现他是另一个阵营里的人。你也赶快离开琅琊吧，现在处境对你很不利，难保今天晚上发生事情不会再发生。不行，我不能离开。
必须回去。现在合纵联盟已经完全控制了琅琊，而琅琊越来越强大，你们的公司又刚刚遭受重创，无法与之抗衡。如果不能够从内部突破，给他们制造危机，完全不可能动撼他们的地位。你的意思是？笑笑你。朱丽，早。生日礼物怎么样？看起来很满意嘛。有点被吓的，但让我想通了很多事儿。想通了就好，恭喜你！从此以后我们要并肩作战了。你最开始也收到他们的礼物了吗？能坐上这个位子的人，谁没有收获？在你进入琅琊管理层这扇门之前，我们都是吕笑笑。可以随时耍脾气、掀桌子走人，因为那时候你跟琅琊没有半点关系，也不用负任何责任。但只要你一走进这扇门之后，琅琊的命运和你的命运就息息相关了。昨天晚上开始，才是琅琊真正注入你生命的时候。我正是想通了这一点，所以才回来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很高兴你做了这样的选择。欢迎你进入琅琊核心管理层。昨晚的生日礼物起作用了，吕笑笑回来了。不可全进。朱丽，这是下半年创意部的整体计划，你看一下。只有朱丽叶的 U 盘才有权限取那些资料。要请我帮忙，也不至于这么隆重吧？我请客，琅琊买单，何乐不为啊？下回啊，我要吃好吃的，不一定是贵的。这个餐厅啊，专门是给那种只求最贵，不求最好的人准备的。人家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请你吃个饭还这么挑剔，小丽真讨厌。下回你想学，我可以教你啊。我可没兴趣装贵族，偶尔装一下暴发户我倒高兴。你找我，是因为朱丽叶的事吧？我想请你帮我向她借一下她钱包里那个小磁卡。那只有核心管理层才有的磁卡，你要那么核心的资料来干什么？我想查一下 Frank 的事儿，你知道的，他是琅琊里唯一一个相信我工作能力的上司。好。
在干嘛？你在干嘛？我办正事呢。我也在办正事呢。好，那咱俩互不妨碍啊。哎，你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我不告诉你，但我知道你肯定跟踪的是个男的。